这事怎么那么多啊？这人，你见过这样的吗？啊，走了。哎呀，房子都卖了还要树，这一年结几个果子呀？这是。哎，我听说警察和律师那边已经初步查出些眉目了，驰骋的嫌疑啊减轻了不少。律师还说，过2天我就可以去探视。这么快？那谁，林经理应该自首了吧？可能是太久没见了吧。怕他会怪他把房子卖了。来的人是谁啊？一会儿你见到你就知道了。他是不是不想见到无所谓？嗯。收拾收拾，不想落寞的见到。想我没？你说呢？我哪知道？我想你了。你想我没？想。哎，说过2次不想，然后这回想。想你想到把小金库都交出去了。你说什么？哎，没事儿。你的案件过2天就公开审理了。你除了小金库，还交了什么？老袁。唉。你为什么不卖我的房子啊？我不想让你家人看不起我。那你问陈宇借钱啊？因为我们2个才是一家人。你总说我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我这回把所有的毛都拔了，我看你以后怎么对我。哎，你可是我的大财主，只要你回来，多少钱赚不回来？你要一直在里边，我损失才大呢。所以算总账，还是要把你救出去更好。其实我也很后悔，很后悔，我当时应该多给你点零花钱。可现在把钱给别人才知道，10块20块真的不算什么。其实，哎呀，我的小金库是想留着和你一起养老的。如果你出不来，我要那些钱有什么用？哎，所以这吃上来更难受。我不是买我自由，对啊，我是买我自己的安全感。你知道吗？我现在一个人在家里睡觉，真的好害怕。我只想让你回来，我不想要什么酒池肉林，我只想要你。驰骋，你说句话。驰骋，你说句话吧。这真不知道得咋说，你说得咋说？我和你，对，没有，是我和你重点是他无法面对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会。结束了。我觉得是因为在驰骋的时候，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这块儿，我看为什么就是他家里好像，就是他父亲这块儿，我觉得应该有更大的能力。对，
我最开始以为他爸有谱呢，就是那意思，就让你进去吃2天苦头。肯定有谱。对，然后你就再给你整说这事儿出来了。肯定有谱。对。然后我觉得驰骋会觉得，就是你虽然你无所谓，你觉得你有若干个理由你去卖这些，或者是付出了这些，但是在驰骋心，他肯定觉得其实我们会有更好的方法，比如像就他说，那你卖我房呗。然后无所谓说，那我不是怕你家里瞧不起吗，或者怎么样的？就是站在无所谓的角度上，我能理解。但是站在驰骋的角度上，他肯定会觉得会有更好的方法。而且你都说咱是一家，对，你都说咱是一家人了，咱明明可以不用就伤你的根本，就可以去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你却就是倾注了你的所有，来做。而且其实咱们真正就是爱别人的时候，就会知道，其实你就是有很多时候都是你是希望对方能够过得更好，而不是把对方拉入和你共同这样很难的境地。就是比如像是这件事情，在驰骋的这个角度来讲，对，他是这样的，然后无所谓的付出是那样的，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都想为对方付出嘛。对，但是驰骋肯定会觉得，比如像是对，就是我是希望你跟我过好日子，而且我也有能力来跟你过好日子。但是现在你就想，他刚才不也说吗？他又抠，他又没有安全感，但是现在他相当于摒弃了这些所有他之前最惧怕的东西，来选择就是全身心的去爱你，去为你付出这些。那这份爱对于驰骋来说，其实现在对他来说有点重，对，很重，就是他会，就是因为他知道双方，因为他们已经是在明确对方的心意之后，然后出的这件事情嘛。他们不是怀疑对方的爱，而是觉得这份爱让你付出了这么多，那么这份爱就是会觉得是不是对你造成伤害？至少我有的时候就会想，比如像如果这就是我不是怕跟你去同甘共苦，我是怕这份苦就是给你带来的是只有苦或者只有艰难，然后需要你付出的非常非常多，那这个的话就会对他来说就会有犹豫，就像很多人犹豫的不是怕我自己受伤害，而是怕你受伤害。我觉得你说的是这个不是犹豫，是心疼的那种那啥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对，然后就会很难受，包括驰骋说我太难受了，这直接就感觉到了。对，就是我恨你，就是在我的理解，其实驰骋恨他要比爱他要难得多。就是我说我爱你，其实对他来说就像生活或者像呼吸一样简单了。就是因为这是双方明确的心意，很那啥。但是现在恨你也是在恨自己，然后就是会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所以他会很难受。然后就是所以我就觉得，但是我因为可能就是心里我一直在觉得这个流程就是这样了嘛。不是没有这个事儿肯定是那啥，就是这一块吧，就是这一块的剧情嘛，姐说的，叨说的肯定是这一段的剧情是就这样嘛。首先偷税部分，只要还上钱的话，大概率不用那什么，就是有部分例子大家都知道的新闻或者那啥，当然也有例子会有其他的情况啊。但是分情况，大家都理解啊，懂的都懂。然后呢，这个那什么，就是说剧情在就是破案这一块，就是说为什么非得要给他钱的这一块，也只不过是为了感情需要，他为了递进他的这个感情，是作者的一个手法。其实没有这块不通逻辑。就是在我的理解啊，就是我不需要他很通逻辑，但是至少让我觉得符合他之前的那个性格特点，或者是比如像是他们有一些聪明，或者有一些人脉，或者有一些什么，让我觉得这是为你的情感在铺垫，在付出。但是我现在觉得漏洞有点大，是吧？现在让我觉得好像就是一切之前觉得很有利的东西，在这里变得好像两个人突然变成了小白人儿，然后一无所有。成语也好，对，感觉所有警察也好，对，感觉之前所有。在我看来是驰骋应该相当于你看说那谁敢动我的人或者怎么样了，就是我感觉还是一个很有一些资源，对，有一些能力，就是会给人以安全感的这种人。但是感觉从这集开始遇到点啥事儿就进去了，对，然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了，需要自己的爱人
抛弃所有的一切才能去做人，当然可才能救我能是为了是为了让他的家人看到他的真心或者怎么样，可能为了后续的剧情在铺垫。对，但是在这里让我觉得也没啥，包括他说给那谁500万，他是不是他就能自首或者怎么样了？包括前面说这些啥，让我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聪明的感觉。是你对，你继续说继续说你直接把这些证据递交给警察对呀就好了，就是这个人是他俩相信谋划我们的执法机就是关。我感觉最开始大家说他的小聪明啊，或者什么样的，就是在这里我感觉在这集好像一下子就是好像就是关心则乱呢，还是怎么，一下就没有了。包括就是像程宇啊，包括他父亲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这些。包括你像就感觉他家里除了他妈好像有点着急之外，他姐姐和他爸都没太当回事儿。对，就感觉人家也是，我觉得跟咱的想法是一样的，就这点事儿没有这么大事儿，他一定是不可能蹲到3、5年，有可能是。对，就是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这块是为剧情服务，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在我理解当中，就是好像跟之前就是他们所出来的这种人设或什么的，霸总什么的人设，对，就稍微有点割裂开了，就是有点像是为了就是来展现他们的这种情感。当然了，可能也有可能是因为咱不专业。那这一块儿还专业点儿，这块儿我绝对是剧情设计稍微有丝漏洞，毕竟这个人家那个10几年、20几年前写的那个小说了，不是说这个现在的这个逻辑。再说要10几年、20几年前写的这个更不是啥事儿。那咱不知道，但是我只是说，就情感推进的时候，就在这块会有一些的小的割裂，对，小瑕疵，对，就会小的那啥。但是就是包括后面他们这种情感，就是我就是抛开剧情来说，就他们双方的这种情感，我是能够理解。就是我愿意为了你付出，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你也不用扯你家里，咱俩是一家人，我会那啥。但是真正就是现实生活中，大家肯定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为了展现我的真心，用最难的方式去解决这件事。因为我觉得真心不是靠这个东西来捞你不捞你来解决的，就会有更多的事情去印证这件事情。是，要不然你这寻思就是说，如果说正常的家庭啊，就是不说驰骋他家吧，就说正常的家庭，一是朋友相互帮忙，看看谁打个电话，问问有没有啥招，然后呢凑点钱，自己确实是可能说凑点钱，然后这个往哪儿整一整，然后再研究研究，找律师，你去打官司也好，你是往这个方向来做的。对，就像正常，要是咱处理的话，肯定也是跟律师商量，我这事儿怎么办，或者是我现在抓到这个人了，你看看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对，而不是俩人私底下商量，那我就给你500万，你去他要完500万之后，他又说再来200万呢，对，那还卖啥呢？对，然后就是不给你证据呢，对呀，然后你就去自首或者怎么地的，我觉得这些事儿好像都有点那啥，而且我也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纯像的那种，为了表现人物性格就很善，就比如像是他抓到林助理的时候还关心你的奶奶，我给你找医生，然后你这个怎么地的，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还是怎么地的，就是这块稍微有一丝那啥，对，你都把我最爱的人给送进去了，我还跟你扯这个，对，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那啥，因为他前面展现的就是头边前面展现的好像还挺聪明。就是和后边这块的好像还稍微有一丝割裂，对，好像还有稍微有一点点稍微的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反正咱们如果是相信这个剧情，就是下一集的那个就大概能猜到了。那家里边人就说：“哎呀，你看你都付出这么大代价，你是真心对我家孩子，那我就接纳你了。”就类似这种，为后续做铺垫嘛，这个事儿没问题。但是就的确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之前这些事儿处理的挺明白的，然后现在不是我说在之前原先的事儿处理挺明白，咔到这块降智了，对，有一点多少可能有一点。然后你至于说驰骋说他那个说我恨你这句话，我觉得就以我的想法，是不是就是说，反正跟你刚才说差不多吧，就是说你为了我，然后你付出的太多了，因为这个我不希望我的爱人付出那么多，对，然后这个当时就是实际上就是他在说这句话之前就是作为那个观众来讲，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这已经压得我无法应对了，都快，所以就是说我说这块得怎么回应啊？对，就是出去之后好难呐。就像叨叨刚才说的，我怎么面对呢？对，出去之后怎么面对你？
这个其实这个不是也是钱的事儿，对对你这个房子是你是卖500万，是卖600万，是卖700万，这个不是钱的事儿。这不是这个对我来讲，对，对对对对，因为对池厂来说，你看他妈妈不也说吗？从小到大没缺过什么，而且应该这里这个数目对他家来说也不是什么大数，不算啥事儿，对，应该也不是啥大事儿。对然后，但是池厂就是在池厂的心中，对于无所谓来说，他一个月才给他10块钱的人，但是现在愿意为了他，对，你一个铁公鸡，现在他不说把毛全都拔给你了，你就相当于一只鸡，它没有毛了，那它还能活吗？就是对于爱它的人来说，你就相当于你现在相当于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全都压在了我的身上，对，就是这份爱也很沉重，然后这份所谓的打着双引号的恨，它也很沉重，就是会觉得对不起你或者什么的，会很内疚或者什么的。池厂是很内疚的。对，就在一时之间是会觉得这个东西，他会觉得很对不起对方。对，他考虑的肯定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但是这份情对于他来说就会很，而且在双方感情最浓的时候。刚刚全身心没有任何的阻碍了，然后两个人明确心意了，然后这种就是所有之前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然后突然之间又出现个这个事儿，然后无所谓，就是把之前所有的那些全部都付出出来，全都展现给你，我所有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全部都给你。这个所以说这池厂这个，就是他只是针对这句话而已，他就是自己都无以为报了，属于啊，这个很明白啊。对，就是这个不用那啥。对，这对我们来讲，这个这些年的经历，对，能够理解他说的这句话，肯定不是是那啥在说的。肯定不是说生气了咋地的，就是有一种无以为报的感觉。行吧，这个看一看下集怎么肯定是个圆满的结局，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了。啊，看了。不是我没看，我看啥？请我吃雪糕吧，接着。哎，不是，我看不出来是不是圆满结局这种剧。哎，不是看之前不是说这是小甜剧吗？现在就是各种后边这种。不是小甜剧，他当然一定得有事儿啊！你不能说他俩天天在下边草地上吹泡泡。哎，不在头2集的时候，我说他后续是不是得有点波澜呢？你俩是斩钉截铁跟我说，尤其你斩钉截铁跟我说，那后面就是甜剧，没有啥了，所有问题全都解决，你放心吧，你就放心甜吧。对，整出点事儿来，多少呀？要不然没得演了。行，就是这个理解作者，还能多卖2集钱嘛？这是你说的啊，你别刮得到我。不能，那个仅代表个人观点。大家对柴老师的评价不是那么高，是吗？所以说不用那啥，就是对柴老师的评价高，只不过是他做的很好，但是柴老师爱钱这个事儿也大家也都明白啊，挣钱嘛，不寒碜。你俩都代表个人观点。行，那我们这集先到这儿，然后希望大家给我们点赞、投币、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